面不遇。王爷吃了吗？我请客，查清楚了。此事和我以及我的人都没有关系。济德府红影县的县令，为了进京为官，而拼命护住王家的田庄，事后事情过大，就由王都督亲自善后的。徐东爱受伤是王都督所为。想不想去徐村看看？你是大夫，不该不知道，洪水过后紧随而来的会是什么？那边有瘟疫，鼠疫。是这样，疫者被压制着，区区百里路，我们却不知道他们在经历着生死炼狱。什么时候走？随时。我去医馆交代一番，再回家取一些东西。我让刘妈妈给你准备好了，你的换洗衣物都在马车上。王爷，王爷，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去。王妃姐姐好，姐夫，你不用管我，我跟着就好了。我以前也学过医术，肯定能帮上你们的。处理不好就不要回来了。嘿，王爷，您让雷云把丹阳郡主弄哪里去了？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什么叫不关他的事？不说别的，八卦一下总能理解吧。再说了，丹阳郡主就要当昭王侧妃了，她这个正妃过问都不能问了。也对，是不关我的事。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冰糕要化了，豌豆黄也不凉了。雷云，不知道本王不吃这些，拿去丢掉。哎，别，我帮您吃，丢了太浪费了。全不说，店家手工时间也珍贵啊。也对，那辛苦赵王妃了。应该的，我们是伙伴，应该互相帮助。赵王妃，王爷这称呼怎么奇奇怪怪的？赵王妃，中午回歇脚童家镇，有一道冷水鱼，你可想尝尝？王爷，汪公公追上来了，说皇上召见您进宫，去徐村可以稍微耽搁一下。丹阳郡主要和你们一起去出力，你为何让人将他绑回来？你说话呀！朕在问你话呢。皇上，您别怪昭王爷，他也是迫不得已。皇上，郡主说的对，夫君他确实迫不得已。徐村瘟疫轻重缓急，我们都不知道。若是传染了丹阳郡主，楚国恐怕又要问责了。甄王妃姐姐不了解我以后慢慢了解，有机会的。你别急，但瘟疫是大事，你不要胡闹，回头惹了王爷生气，我拦都拦不住。青瑶说的也没错，大阳啊，徐村那边呢，你就不要去了，等昭王他们将瘟疫压下去了再说啊。我不是胡闹，我也会医术，我能帮上忙。不用你帮忙，你的医术再高，还能高过我和苏元正，在京城就很好了。皇上，昭王妃说的对，齐国也没有谁的医术高过他和苏元正，有他们在，无论多大的瘟疫都能压制的。不过夏臣觉得瘟疫大小都不确定，若是需要3-5个月，那婚事岂不是要耽误了？10月还来得及吗？说得对呀，要不趁着昭王夫妻都在，把抬侧妃的日子定下来。臣附议。青瑶啊，做女人要识大体，帮王爷照顾好后宅才是你应该做的，别的事不是你能决断的，你不可胡闹啊。爹，丹阳郡主做侧妃太可惜了，她怎么也是郡主？你什么意思？爹，你求皇上让我做侧妃好了，我姓云啊，出身多卑贱啊，天生就应该做侧妃。你胡说什么？是我胡说，还是你糊涂？让我做侧妃，您的2个女儿就都成了侧妃了，您多光荣，脸上多有面子啊！是，自己不要脸，那就不要给你脸。你这是目无尊长，也目无皇权。我国丹阳郡主做昭王侧妃已是委屈，昭王妃你要这样说话，未免太过分了。我把正妃让出来，你还觉得我过分？要不然王位让出来，他做王爷。青瑶啊，侧妃的事朕已经决定了，你不要再闹腾了。男人3妻4妾是常事，
要是各个女子都像昭王妃你这样，那成何体统？本王的王妃是隆庆侯你做媒，如今的侧妃就不劳驾了，我不纳侧妃。这不是你想不想的事儿，这是国事，你作为皇子就该牺牲。昭王爷，我国的丹阳郡主做您的侧妃，难道配不上吗？是。你欺人太甚！请皇上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小言，你不许胡闹！朕已给楚国送了婚书，那就辛苦父皇了。这是人说的话吗？说皇帝辛苦点儿，哼，皇帝是够辛苦的。你岂有此理！这个侧妃你不娶也得娶。王爷，人娶回去还不是您说了算，您这又是何必呢？进了昭王府的门，甭管他是郡主还是公主，都得听您和王妃的。再说，王妃娘娘有那以死人生白骨的本事，还怕一个普通的丹阳郡主？昭王府不会再有女人进门，不管是死人还是活人。你果真冥顽不灵啊！别的事可以将就，此事不行。昭王，我问你，你是不想娶我做侧妃，还是所有人都不行？如果我姐姐来了呢？你打算怎么办？同案。秦瑶当时嫁给我时，就要求我此生与她白头偕老。我既应了她，就不可能反悔。所以，不是郡主或公主，而是我这辈子就只有她一位王妃，不会有别人。父皇，文艺言重耽误不起，儿臣和秦瑶告退。王爷，霸气。就只是这个感受？也不全是，有感动的。这个时期的男子能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太让人刮目相看和敬佩了。王爷，您是新时代的领军人物。我们这个时期，什么意思？什么又是新时代的领军人物？难道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你是谁？我是仙女啊，我和您说过呀，我也不记得了。我记得，但你认为我会信吗？你应该相信。那你信我刚才说的话吗？所以，我也不信你的话。不过，你需要和我解释。不说，还是不想和我说？王爷，侧妃这事算结束了吧？不一定，要看指使的人真正想要什么。如果是楚国串通我们内鬼，想从朝廷得到什么，那么丹阳郡主做不了我的侧妃，就会想办法嫁给别人。如果是冲着您来的，那等我们回京，侧妃这个事还会再重提。那这事儿没有完，他来齐国就是为了做姐夫的续弦，或许还有破坏你我感情的任务。娘娘，奴婢给您擦擦后背。刘妈妈，我亏睡刚走没几日。那也有那不同的，有了身子还来亏水。据我的从业经验，我没见过。那也不一定啊，您又不是妇科大夫。刘妈妈可是亲耳听云清瑶说过，她不擅长妇儿两科。那作为一个大夫，我肯定知道圆房不圆房的区别了。这回出去就没有增进感情啊？革命有益啊！我感觉到赵王爷对我的感情有了升华。那肯定啊，王爷脸上写着喜欢你几个字呢。您看到他的脸了？也就您看不到而已。不谈感情，咱们先把小命保住了。是贤王妃娘娘，她有孕了。等等，你说谁有孕了？贤王妃啊。我怎么就这么不信呢？您是觉得贤王妃和您一样假装有孕吗？不可能吧，太医给她把脉了，都1个多月了。我不信，贤王能一次就中。要不奴婢去打听打听。妈妈，宁王是不是关在宗人府啊？懂了。如若你真要嫁入皇室，宁王更是良配。但你要是因为想代替莱阳郡主嫁给昭王，我认为不合适。最后，
折辱的反而是你。我如今不嫁给赵王，才是最大的耻辱。公主，这条路我回不了头。你可以回头，你若信我，就嫁给宁王。你想照顾赵王小世子，做他的婶婶也是可以的。姐姐应该直接说，他哪点比得过云清瑶？扯来扯去都是丢人。他不听，好话歹话都说尽了。再这样下去，赵王恐怕不会再容忍他了。我来写信回国，让人将他接回去。表嫂，你快回家看看去，表哥被人欺负了。皇上打他了。还是你聪明啊，一猜就中。以前他不也和皇上有过矛盾？皇上要动手的时候，我可听说他直接走的。医馆没事了？没了。王爷不是去宫里了吗？皇上找您干什么？你累了一天，回去歇着吧。放心，我的诊金收得很低，今天我心情不大好，还能给你打个9折。可如果你要不说实话，我就给你打骨折。哦，后背。那你脱衣服，我瞧瞧。赵王转过去开始脱衣服，云清瑶就看到他后背的衣服上有明显的裂口，这是鞭伤，乍一看足有7、8条。因为流血，衣服都被粘在后背上，他脱的时候却没有停顿。我来，当时就应该脱了衣服，避免2次伤害。就不疼吗？他的指尖很凉，碰在他的后背上，每碰到一处，他的皮肤都滚烫起来。热浪翻滚着，灼热迅速蔓延，从后背到四肢，又顺着血液的倒流直奔入心。等到心口上，温度又变得更高了，滚烫却愈贴。这个光也不行吗？皮肤都红了。云清瑶将灯移开了一些。光源过敏这么严重？很疼是不是？没有。明天我回来给你换药。赵王继续做事，云清瑶出来找雷云问细节。丹阳郡主碰头自杀没有成，皇上就让王爷娶她为侧妃，王爷不同意，说皇上要是舍不得，可以纳入后宫。丹阳郡主是来嫁王爷的，回头嫁给皇上，对楚国那边也不好交代嘛。后来呢？王爷不同意，于是皇上打他了。要是以前，王爷肯定就直接拂袖走了。今天也不知怎么了，王爷他任由皇上打了。云清瑶懂赵王为什么，因为皇上打他，一部分是真的生气，另一部分是安抚隆庆侯权力集团与皇后。如果皇上真的生气，收回赏赐赵王的军务和职务就行了。但是要放在以前，赵王什么都不在乎，所以他不会忍，爱收回不收回。但现在赵王在乎了，他用皮肉之苦保护他刚刚得到的赏赐。房间内，赵王停下来比，他多少年没有被打过了，只要无欲无求就无坚不摧，但现在他却不是了。这些刚到手的名王爷，素面吃不吃？你父皇打赵王，你可懂什么意思？父皇不想强迫他娶丹阳郡主。不知道是保护昭王还是维护云清瑶。总之，皇帝打完了昭王后，丹阳郡主这件事就不能继续提了。皇帝对昭王夫妻的态度和以前不一样了。母后，丹阳郡主的事再等等吧。您当务之急先养好身体，拿回内宫大权。你好好对安乐，他现在有了你的孩子，等孩子生下来，你就有后了。你把当时的事再描述一遍。菜头就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吵架的婆子，为什么是吵架？我没有注意听，就听了一耳都是家女儿，比例少，像是一对亲家母。王爷，
有什么线索？不是走丢，而是有人将他们抱走了。今天吵架了2个婆子，是绣坊里2个看门的，有人给他们钱，让他们这么做的。谁？丹阳郡主还是贤王妃？应该是贤王妃，本王已让人去盯着了，此事交由我来办。一星半点的证据都没有吗？没有，我去找就好了。你留在这里等我消息，潮儿不会有事的。那你快点去，别耽误时间。就算没有实质性的伤害，可被吓着，心理上受了创伤也不行。你别急，找到了我立刻让人来告诉你。小世子去给赵王妃送午饭，在路上被人带走的。小世子太孝顺了，这么点大的孩子就知道送午饭。给昭王妃送午饭，他们夫妻是怎么回事啊？这么点大的孩子让他送午饭，府中下人都死了吗？快去找，有个3长2短，通通问罪。等昭宗找到了，不如就养在宫里吧，是放在臣妾这里，还是交给蔡贵妃养，都可以。他们夫妻年轻，又是新婚燕尔，蜜里调油的，如今这云清瑶又有了身子，哎呦，哪儿还有心思去管朝宗的死活呀？哎呀，民间不是有话说，这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我们皇家虽不至如此，可这人心隔着肚皮，谁能知道呢？皇上虽说本宫不喜欢昭王，可却实实在在的喜欢朝宗啊。赤子无辜，本宫愿意抚养朝宗。难为你了，等找到了孩子，朕会好好考虑这件事的。你想干什么？直接说吧。哼，都说昭王府的小世子聪明骄傲，今天果真见识了。不要废话，直说。一会儿有人送你去御书房，皇上会问你去哪里了，你就说被人贩子拐了。皇上问你为什么给赵王妃送午饭，你就说想对她好。你身上会有伤，这些伤都是赵王妃暗中打的，赵王妃想要你的命。听懂了吗？听懂了。你可以送我去御书房了吗？哼，其实你算是运气好的，感谢赵王妃有了身孕，否则你今天的这条小命就保不住了。我不会感谢你，你也不必和我说废话，速战速决吧。我娘亲肯定会担心我的。半个时辰后会有人放你出去，记住了，如果你和我耍花样，你的小葡萄就死定了。不但如此，将来你再落到我手中，就不是这样的好待遇了。将来你不要落在我的手中，否则我一定会让你死得惨烈。那就祝你能活着长大吧。赵王妃娘娘，你有事儿？好在我前面给贤王妃行礼，说她的嫂嫂来了。哦，他可是来干什么？是来找我们王妃娘娘的。你什么意思？穿着一身白进来，今天胃口不错啊，一桌子珍馐。你干什么？青瑶，你有话说话，不可乱来。你吃的这么香，可我一家3口还没吃饭，这多不公平！关我什么事？我有许多种让你死的神不知鬼不觉的方法，让你以后再没有机会吃上珍馐美味。先王莫多事，我死不足惜。王爷是齐国未来的继承人，死了就不值得了。更何况我不过和贤王妃说几句话，小事。他有孕在身，你不要乱来啊！王爷难道心疼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骨肉，你也爱？你好不爱，好大方啊！你闭嘴，胡说八道！什么别人的骨肉？这孩子就是王爷的。云清瑶，你撒谎，要天打雷劈！你的孩子关我屁事！我问你，我的孩子呢？朝宗在哪里？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什么朝宗？
他怎么了？这要问你贤惠的王妃了。我数到3，你如果不说，我就掐死你。你掐死我，你也没有好下场。青瑶，你别乱来。3，这……安乐郡主吓得肝胆俱裂，他发现云清瑶是真的会杀了他。他在他的眼中看到了浓重的杀意。在哪里？在宫门外皇门休息室，那里有间密室，没有人知道。你若是骗我，我和你不死不休。云清瑶难得失控一次，居然没把安乐给弄死，太可惜了。奇怪，赵文妃做事向来都是谋定而后动，这样冲过来要杀人，也太反常了。反常什么？她不是来找儿子的，假善良而已，把别人的儿子当成自己的了。表嫂，你没事吧？我表哥担心你，让我速速来找你。我没事。安乐郡主说了朝宗在哪里了？肩膀是不是脱臼了？是，肩膀被外力所伤脱臼，刚刚下官复位了，但因为骨节摩擦受损，暂时还不能活动。赵王妃，皇上和长公主都在，你是一点规矩都没有了吗？赵王妃，昭宗是因为在给你送午饭的途中被拐子带走的。糊涂！你怎么能让一个3岁的孩子给你送饭？你怎么吃得下去？青瑶啊，朝宗年纪还小，你确实不该呀。今天虽是虚惊一场，可离大祸只是一步之差。他要是有3长2短，你怎么对得起他呀？行了，都少说2句。青瑶和朝宗母子情深，今天只是意外而已。哼，意外？哈哈，姐姐您看看，朝宗身上的伤，那是新伤叠着旧伤，不看脸只看身体，您都不敢相信，这是昭王府的金贵世子啊！朝宗，你身上的伤是谁打的？还能是谁？当然是云清瑶。朝宗身上的伤全部都是云清瑶打的，她自己怀孕了，朝宗就成了她的眼中钉。除掉朝宗，她的孩子就能当世子。父皇，云清瑶就是毒妇，朝宗不能给她养，她也不配当赵王妃。朝宗，你告诉皇上，你身上的伤是谁打的？朝宗，你不要害怕，皇上会给你做主的，你的小葡萄也会替你高兴的。姑祖母，我害怕。你嚷什么？他刚刚受了惊吓了，你还吓唬他？你在干什么？是刚才我说的话力道不够，还是你脑子不太好，忘性大？你别过来！你这疯子，害完朝宗，还想害我！青瑶，安乐说的可是真的，朝宗身上的伤是你打的。父皇，朝宗虽非我亲生，可我与他的关系极为亲密，舍不得也不可能伤他。但父皇不要着急，这件事赵王会查清楚的，到时候新账旧账一起算。朝宗见到你都害怕，你还说不是你，狡辩！他去给你送饭的路上被拐，起因也是你。父皇，你不能再姑息纵容了。青瑶啊，祖父，我怕。朝宗，你不要怕，让皇上给你做主。父皇，不管要怎么处理，总之朝宗不能再放在赵王府了。查明是什么人拐的朝宗没有？是一处暗中经营、专门为非作歹的镖局。小葡萄没事。娘亲，爸爸，来，娘亲，您别生气，我刚才不理你，其实我是在保护小葡萄。我知道，还好你和小葡萄都没有事。我不会有事的。娘亲，你有点冲动了。看看，我们大惊小怪的，沈家母子2个感情好得很。皇上，青瑶这种性子怎么可能打朝宗呢？朝宗没事，自是皆大欢喜。但今天虚惊一场，明天要再来一次怎么办？所以，为了杜绝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发生，
臣妾刚才的提议，皇上您再考虑一下。毕竟昭王很忙，这青瑶也不清闲。就算不是有心，可无意为之的结果，也不是我们想见到和能承受的。青瑶有医馆要照顾，你最近也得了不少的差事，你二人精力也有限，要不你们商量一下，为避免这些事再发生，做个解决的对策。不如将朝宗送到宫中，请皇后娘娘抚养照顾吧。这什么选择？所有人一怔。皇后没有想到，赵王只要不傻，都不可能将小世子交给他照顾。为什么？昭王，你再想想。你确定要将朝宗送入宫中抚养啊？哎呦，那感情好，本宫啊就喜欢朝宗。娘娘，您忙得过来吗？哎，这做长辈的都是一心为小辈考虑，忙不过来也要忙啊。我看您可能忙不过来，毕竟安乐郡主也有了身孕，他这个孩子可是二位王爷的香火，金贵得很，您有的忙了。千万不能碰三婶的肚子，不然你三叔和四叔都要生气。娘亲，为什么四叔要生气？娘亲也不知道，总之过程不是我们能知道的，我们只要知道结果和后果就好了。青瑶啊，在小孩子面前怎可胡言乱语？父皇，我从来不乱说话，我对我说的每句话都能负责。云清瑶心中轻笑，她当然不能负责，但内核够不够硬不重要，重要的是外在刚不刚。就算这孩子和宁王一点关系没有，又怎么样？他就要将安乐郡主刚死在这个臭水沟里，让他臭一辈子。云清瑶，你胡说八道，你坏我名声，你卑鄙下流！父皇，你快罚他，他净说这种龌龊话。皇上怎可还如此纵容他，一点底线都没有？造谣生事泼脏水，这岂是皇室人能做出来的事？冤枉了父皇，我要是造谣，怎么着也造个大的。贤王妃和宁王这事儿还真不是我造谣，贤王妃是忘记了前些日子你二人同关押在宗人府里翻云覆雨的日子了。不好意思说了，画面过于恶心了。云清瑶，你今天要不拿出证据来，本宫和你没完。要什么证据？你小儿子的德行，大儿子的身体，您不知道吗？什么身体？贤王的身体根本没有生育能力，换言之，他生不出孩子。你胡说，这不可能！你难道给贤王诊断过？皇帝不相信，让人将贤王请来。儿臣的身体一点事都没有。绿帽子戴得心甘情愿。胡说！你不要乱说啊！他自己的身体，他比谁都清楚。随便吧，那就祝福贤王爷过几日再得一子两子的，不行多许几房侧妃妾室，必定枝繁叶茂，子孙满堂。我没有。安乐郡主也瘫坐着，他知道这孩子是宁王的，可却没有想到贤王居然身体有问题。这种事他根本没有办法解释，就算没有，他也百口莫辩。这事儿也太荒唐了，你们赶紧查问清楚，把消息封锁了，别传出去叫人笑话。朝宗也别送宫里来了，他自己儿子都养得乱七八糟，别把孙子也养歪了。姐姐是长辈，怎么能像昭王妃这样做事说话没头没脑呢？我有没有头不重要，总归我一个儿子，没有你好福气。两个儿子，感情又好，哥哥不能生，弟弟还能帮哥哥。朝宗没事了，你们三人也跟着担心了一天，都回去歇着吧。娘娘最近肯定很忙碌，朝宗就不送您那儿添麻烦了，我们自己养着吧。是好是赖，总归三观正，家教严，不会被叔叔啊婶婶啊带坏了。道理没学几个，坏事做上一堆。若养成这般，现在饿死便罢。王爷消消气，我好好教，一定不会养歪的。本王信你。路过贤王您的身边，春天的气息就是浓郁。您这一头的青草郁郁葱葱，生机盎然。二嫂说话留两分，免得将来难堪。说
是吧？那我收回点儿，给你留2分。你的绿不是很绿，放心吧。朕再问你一次，你承不承认？王公公，朕记得宗人府的院子里有棵槐树，去将宁王吊在上面，他1天不招，就吊1天。不过半个时辰，先王就招了，说他和安乐郡主关押在宗人府时有夫妻之实。安乐郡主吓得当场晕了一次，醒来就求饶。你的好侄女，你的2个儿子，你看着办吧。关着门不知怎么讨论的，只知道当天晚上安乐郡主走夜路摔了一跤，小产了。以后再出来，身边得带更多的人。如今天这种情况，也是咱们运气好。要是……大师说我命硬得很，我会长命百岁的。长命百岁也经不起几次意外。娘亲，我知道错了。你去贤王府是打算杀了贤王妃？当时是有这个打算。杀？你杀人的方法那么多，亲自动手多费劲儿。娘亲最喜欢我，对不对？是，你这么可爱，我怎么能不喜欢呢？我也喜欢娘亲，娘亲就是我的心肝。这什么奇怪的话？那娘亲，您的心是谁？是你啊。那肝呢？是谁？我的心肝脾肺肾都是你，满不满意？娘亲，让爹爹做您的肝好不好？这种话不要说，我和你爹都会尴尬。为什么尴尬？等你长大了就懂了。难道爹爹和娘亲都不把对方当心肝吗？动手的速度快准狠啊！我都心疼皇后了，到手的孙子没了。5年不能有孩子，5年后您3胎都生了。大瑶瑶，自从你从红影回来后，有没有觉得我长大了不少？肌肉还不错，卸一条胳膊能炒一盘了。残忍，你这是有了新人性，忘了旧人哭。你说的新人是谁？旧人又是谁？旧人当然是我了，至于新人，那就是昭王。大瑶瑶，你别不承认，你喜欢昭王了。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你今天冲去贤王府，可不是你的作风，你还说不喜欢他？那是为了小世子，和昭王有什么关系啊？你说他的光源过敏，能不能用蓝光啊？云清瑶想到，当初他穿越来第1天周身是伤，是耳钉发出的蓝光让他痊愈的，甚至连旧疤都抚平了。后来他再没有见过，也不知怎么触发，能再一次出现蓝光。我只知道，如果你受伤、危及生命时，蓝光就会出现救你性命。但别人的话我就不知道了，也没个说明书。光源过敏这种病没有药能根治，这也是昭王上一次拒绝他治疗后，他再没有继续提的原因。不能包治好，再让人失望，他会内疚的。大瑶瑶，我觉得你变了，心里有牵挂了。迅速滚回耳钉里待着。你去红影那么久，我都想去找你了。哎，那边都还好吧？你好像瘦了点儿。王爷怎的现在过来？是有事吗？我就来看看。莫不是为了丹阳郡主？我和我姐劝了2天了，她简直冥顽不灵。非要嫁昭王？你说昭王生的又不俊美，甚至她连她容貌都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嫁给他做妾呢？她喜欢竞争感。那我也是喜欢。那祝你赢。我要开工了，王爷早些回去读书，争取早点竞争胜利，当储君。一大家子人围着桌子吃铜锅，小世子捧着杯子敬酒，他起了个头，其他人也都跟着敬酒。青瑶足足喝了2轮，
干裂的竹叶青喝了一壶，他立刻就醉了，靠在椅子上，看着一桌子人成了2桌子。你们这些坏人，一面说我辛苦了，一面让我喝酒，等我醒了，好好收拾你们。和谁说话呢？大家都走了。不行，我喝醉了，我醒酒。王爷，我去睡了，你也早点睡。房间在后面。谢谢啊，送我回房。不客气。谢了，兄弟。晚安。你看清楚，谁是你兄弟？你不是兄弟，难道姐妹？胡闹，去睡吧。晚安，姐妹。看什么？什么都看不到，黑不隆咚的一个人。别吵！好，不吵。这哪来的男人啊？也太好看了吧，皮肤也好。弟弟，你哪里来的？什么名字啊？谁是你弟弟？嘘，不要吵，让别人听到不好。弟弟，真好看。你这脸比我的都好看。是吗？我哪里最好看？都很好，巧夺天工。星耀说的话，就嘴唇一绝。不能轻薄弟弟。更何况我已婚。不行。睡觉了。晚安，弟弟。我很久没做这种梦了。难得主角睡着觉。你做了什么梦？春梦，感觉不错。你下班回家。没心的女人，会有我的。赵王明白，他内心独立，人生规划恐难带上别人。现在小世子和他已经在他的生活中成为牵挂，对他来说已是不易。有的人外冷内热，有的人外热内冷，他不着急，只要在彼此身边能看到对方就行了。夜色浓稠，先王府中烛光摇曳，云清雪坐在府廊下，隔壁院子是安乐郡主住的，此刻响着幽怨的古琴声，一声一声像是女人在哭。好端端的贤王妃弄得像个小妾一样，大半夜的弹琴勾人，他不嫌丢人，我都替他脸红呢。才小喘，要是王爷去了也不太好吧？王爷不去，他就要去找宁王了，不然多寂寞。时辰不早了，娘娘您早点歇着吧，王爷今晚可能不会来了。娘娘，家里出事儿了，夫人请您回家一趟。这么晚了，家里又出什么事了？苏九，她又身孕了。那个贱人倒是怀上了，我倒要看看她怎么生这个孽种。推轿子，我回家去。放开我！娘子，漂亮的小娘子。王爷，属下有事汇报。何事？王爷，棚户区难民在1刻钟之前冲入城内，四处打砸，而七大营无人巡防，无人通报，
这是何等严重之事？京城天子所在，治安巡防何等重要。赵王自然知道事情不简单。人数多少？约莫3、4千人。难民没那么多，可找得到孙康达？属下来报之前，便已经命人前往军营探查，但此事与孙康达多半脱不了关系。他是7大营总兵，若不是他下令，京城巡防何至于会无一人值守呢？任由难民冲进城内？调动所有人手，疏散百姓，避免人员伤亡。本王先进宫。是，王爷。皇宫内，皇帝阴着脸坐在书案后，下方站着云峰和贤王等人。云峰上前一步，痛心疾首的道：皇上，臣进宫的时候看到城内多处失火，百姓血流成河，哀声载道啊！这巡防营之人到底在做什么啊？竟然任由难民作乱至今，这些人到底有何居心？会不会冲撞皇城啊？皇上，这事儿就是昭王失职，好端端的一个京城，如今简直是人间炼狱，明日百姓必然哀声载道啊！我等该如何向无辜的百姓交代？皇上，臣还看到还有一个3岁的孩子被难民之人丢到河中，稚子何辜啊？竟然就死在这样的暴乱之中，请皇上严惩昭王，给百姓一个交代。你看到时，为何不将孩子救上来？为何？臣是着急入宫面见皇上，不得空而已。稚子何故？王爷，今夜之事，您可要给京城百姓一个交代。京城巡防在您的管辖之下，竟然出了这样的乱子，这太失职了。此事本王自会处理，无需丞相操心。父王，请加儿臣5000人，儿臣必会在1个小时之后解决此事。京畿营2万人处理此事还不够，竟还需要跟朕借人吗？京资营总兵孙康达擅离职守，7大营大部分被调离京城，是以人手不够。皇上，微臣觉得许是前2日昭王妃羞辱了他们，这才让他们心有不忿，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只是没有想到会遇上难民暴乱，这才捅出了大娄子。父皇，此事二哥并未故意为之，只是着实不应该让昭王妃一介女流去羞辱7大营之人。他们一个个都是铮铮铁骨的好男儿，如何能受得了这样的羞辱？今夜之乱实属不该，可怜那些百姓了呀。父皇，请借兵5000人，儿臣定会处理好此事。你们想问责，明日有的是时间。朕报，回皇上，城外难民正在冲击宫门。什么？那些难民竟然敢如此大胆？无法无天了啊！这天子脚下竟然能乱成这样！赵王爷，您难辞其咎啊！皇上，禁卫军首领高大人请示皇上的旨意，该如何应对呀？是否要用武力呀？不准用武力，暂且紧闭宫门，容朕想想。父皇，不如将此事交给儿臣处理。儿臣想，难民绝不是无缘无故暴乱，他们乱必然是有所求，相信只要满足他们的需求，定然可以解决这场暴乱。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父皇您的子民，若是能做到不费一兵一卒便平息此事，自然再好不过了。父皇，儿臣应该要比二哥更适合处理这件事，二哥不够亲和，怕是无法与百姓沟通。你去吧，务必处理好此事，不要乱了民心。全狼啊，你一并去。你确定混在难民之中的人能让难民平息下来？王爷放心吧，难民之中至少安插了数百人在里面，这些人能煽动他们暴乱，自然也能叫他们冷静下来。这些贱民不过是想要一点温饱，只要随便说几句，臣安排的那些混迹其中之人只会说服他们的。好，今夜7大营的兵权定然要拿回来。王爷完美解决了此事，必然更得民心。今夜之事简直一箭双雕。娘亲，你醒了，
做美梦了没有啊？梦没有啊，一觉到天亮。弟弟没有，什么梦都没有做。你不去上学吗？我要留下来照顾您，怕您头疼。王妃，棚户区难民暴乱，冲击皇城，贤王出面解决，却引致更大的暴乱。现如今是王爷坐镇处理，王爷来请王妃去一趟。走。佛祖，我还想要个弟弟，保佑我再多个弟弟吧。你方才说贤王自行解决此事，确实让事态更加严重。是，贤王许诺给每一个难民一个安身之处，又许诺明日开始会在棚户区派舟等等。但难民问安身何处，贤王却没说出个所以然，这才惹怒了难民。贤王见难民失控了，又说了些难听的话，宫门都险些被难民撞开，是王爷带着人前来镇住了场面。这件事恐怕就是贤王和王全朗的阴谋，他们利用难民引发暴乱，却没想过真的要帮他们，才会按不住。你一介妇道人家来添什么乱呢？还不快回去！爹，你年纪一大把了，什么忙也帮不上的，不也在这儿吗？你，昭王真是糊涂啊！这样的场面，竟然也唤自己的王妃前来。青瑶不该来这里，危险。王爷，请叫我二嫂。酒醒了。一路过来吹了风，醒了。啊，不闲聊了。现在什么情况？有人刻意煽动，已经抓了几个人，是七大营的人，并非真的难民。哎呀，好了，现在是僵持不下是吧？不如让我试试，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卖我一个人情。皇上，此时赵王妃上了宫墙，自曝身份，试图以身份镇压住暴动的乱民。赵王妃莫不是糊涂了？以为她是什么身份？仅凭身份便能压得住暴乱的难民了？就是呀，赵王妃这般一定会让难民更加不满。赵王妃此举的确欠妥，若是惹怒难民，后果不堪设想啊！哎，都是赵王管教不严，竟然让女子上了宫墙。胡闹！皇上，赵王妃从来不会无的放矢，您让她试一试。皇上，难民之怒已平息。居然平息了？这怎么可能？我就说了，赵王妃从不打无把握之战。金銮殿上，云清瑶站在那里都有些昏昏欲睡了。他本来是想直接走人的，但快离开的时候却被皇帝喊来，问了一番如何解决云云。你做得很好，朕要赏赐你。你想要什么？皇上，小女顽劣，今日这番实在是闹了笑话。皇上不惩罚她已经开恩了，如何还能赏赐于她？岂不是要让她以后愈加犯错吗？爱卿，此话何意呀？今日之乱在我朝从未出现过，难民虽则一直有，却从未暴乱，皆因在隆庆侯的管辖之下，巡防营个个恪守己任，守卫京城，这才有了京城的安宁。可如今昭王一上任就闹出这样大的乱子，百姓死伤无数，房屋损坏难计，这样的损失在我朝可是极为严重啊！是啊，皇上，今夜难民冲撞皇宫，扰了皇上的安宁，这样的罪过，昭王难辞其咎。不好意思啊，我打断一下啊，二位口口声声说要追究昭王，可为什么忽略了方才抓起来的那些煽动难民作乱之人？不好意思，我和我家王爷记性都很好，今夜的事情可不是单纯的难民不满管辖冲进城内，而是有人刻意煽动人心，制造动乱，此乃人祸。你说什么？难民中有七大营之人。七大营从前听命于谁？世子可还记得？自然是听命于圣上。哇，你是说父皇指使七大营的人冒充难民，煽动难民来撞自己家门口，扰了自己的宁静？世子，你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七大营皆是圣上的人，不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若真有，那也是受人指使。而如今七大营之首可是昭王啊！世子啊，你是不是最近熬夜熬多了，脑子不太好使？你说我们家王爷
自己安排七大营的人煽动难民，故意造成人员伤亡，然后让自己失职。云清瑶啧啧摇头。世子连这样的话都说得出来，要不要我给你扎2针醒醒神？周王妃莫要胡说八道，本世子不是这个意思。父皇，您心里跟明镜似的，肯定知道今夜之乱是何人故意为之，不就是有些人嫉妒王爷吗？你这是做什么？父皇，儿臣方才在上殿之前收到消息，清雪今夜出门，遇到难民暴乱冲撞，至今下落不明。清雪下落不明，这是怎么回事啊？底下人来报，只找到他身边人的几具尸体，清雪还未找到。今夜如此暴乱，大抵是凶多吉少。我的清雪没了，不可能啊！云爱卿莫急，朕现在便派人出去寻。丹阳郡主足足挂上了3天，在第4天上早朝时，隆庆侯给皇帝回禀，说已罚了3日，请将他放下来，送回昭王府养伤，责令他下不为例，好好伺候昭王就行了。大殿上所有人都看着昭王，昭王没有反对，隆庆侯眼睛一亮，立刻给自己的侍卫打了个眼色，让对方去放丹阳郡主。但侍卫去了以后，发现丹阳郡主根本不在。隆庆侯第一个反应就是质问昭王：人呢？你们把他人弄到哪里去了？忘记告诉各位了，他要求回楚国，于是今天早上我将他送回去了。什么？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不告诉我们？现在不就告诉你们了？更何况，这算什么大事？一个他国郡主而已。他谋害本王的王妃，本王送他回老家，已经是极大的宽恕了。回老家？叶渊憋着笑，那可是一步登天，永不回头了。秦昭王之师，原来一位侧妃，皇上，此等过错绝不能轻饶啊！王大人，你好大的胆子！昭王妃，你好大的胆子！贤王不过是说姐姐下落不明，你却说姐姐死了，你是什么居心？你在盼着我姐姐死？冷静。哦，好的，王爷。父皇，今夜之事的根本是有人指使七大营之人煽动难民，才会有之后种种。你莫要忘了事情的本质。那你觉得此事是谁人为之啊？众所皆知，七大营之人指使隆庆侯，谁能指使得动七大营孙康达等人，便是谁呗。昭王妃莫要血口喷人。我又没说你，你着急什么？心虚？你不站出来，我还不怀疑你呢。你这么一站出来，哟，很有可能啊。是不是因为隆庆侯之事，所以你要报复我家王爷？好你个王圈郎，竟然如此歹毒！京城的百姓何其无辜！父皇，你快拿下他！昭王妃，你莫要胡闹啊！这里是金銮殿，你怎么可以无证无据就血口喷人呢？哼，我跟王大人学的呀，他吏部之人都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一个小女子为何不能？你，父皇，儿媳怀疑姐姐失踪一事也是有人有意为之，否则这大半夜的，姐姐为何出门？还偏偏那么巧遇上难民冲撞。此事有待查证。难民的事不提，但有一件事，还求父皇给我们做主。事情不明，丞相夫人就带着假尸体来昭王府门口闹事。昨日多少人在骂我们家王爷害死贤王侧妃，我们王爷冤啊！你岂有此理！皇上，赵王这么做一定会影响两国邦交的。隆庆侯如此担心，那就将人接回来，你收入府中吧，否则怎么都会有影响。云大人，您这女儿到底是怎么养出来的？你问我，我说哪个？云大人这是胳膊肘往外拐，这么好的女人嫁给了昭王，前面那位大小姐乱七八糟人品不好的就塞给了贤王爷。云大人啊，做人要厚道啊，你后路留的这么明显，怎么好意思和贤王合作的？你这人说话也太难听了，
孩子以前是个傻子，我哪里知道他突然聪明了？哎呦，你还信佛了？哎，什么时候开始信的？要不要请一尊菩萨回来呀？云峰，你怎可如此糊涂？尸体身份不明，怎么就带去昭王府闹事？堂堂丞相夫人，弄得像个市井泼妇。是臣没有管教好那人，臣以后一定好好管教，请皇上恕罪。单单这样说也太轻松了，该道的歉一个不能少。青瑶啊，你母亲最近太累了，糊涂了，再加上清雪出事，她一时乱了分寸，才会如此。你和王爷多体谅一下她为母的心情啊，王爷也肯定不会计较的，是不是？不，本王计较。丞相大人，我家王爷说了，他很介意。你若是不道歉，那我以后就跟您学习，每天叫人带着尸体去丞相门口去哭丧，就说死了爹，是您害的。就说死了爹，是您害的。云清瑶，你可还知道我是你爹呀？你简直数典忘祖！我怎么会忘记你？无父无犬女，上梁不正下梁歪嘛，我这都是跟您学的。我爹素来责任心重，又很善良，他这是为了自己做错的事自愧自责，一时晕了。别担心，丞相身体素来很好。赵王妃，丞相是你父亲，你怎么可以说出这般大逆不道之言？王大人是升职了吗？赵王妃你也能指责训斥了？行了。皇帝命人将云峰抬了下去，请了太医替他医治，而后又责备了贤王和王全郎等人一番，骂他们行事急躁，居心不良。骂得虽狠，却是没有要处罚的意思。你若不快，回去之后本王替你报仇。我这不是觉得白忙活了吗？王全郎和贤王一点事都没有。无碍，来日方长。也对。好了，你们回去吧。你来是担心我？方才父皇要罚你。他要我认错。哦，王全郎，父皇动不得。我知道，我们也不着急。咱们现在有了7大营，朝堂也有了寄存人脉，总有一日我们能将他们拉下马。好，有你肯定行。王爷，您这捧的一点诚意都没有。怎么才有诚意呢？请王妃明示。请客吧，山珍海味走一桌。走。这边是中秋了，表嫂你到时候还做大餐不？这么快中秋了？可不是，还有3天就中秋了。中秋可有什么习俗？你问表哥有什么用啊？昭王府每年的中秋都静悄悄的，一点意思都没有。你吃饱了？吃饱了，吃饱了。那还不走？没事啊，我不着急，反正回去也没什么事情做。娘亲，上次不是说要度假的吗？还去不去啊？去啊，中秋我们去度假。好诶，我们去泡温泉。上次爹爹带我去的时候，我还很小，爹爹不给我下去。这次也好好的泡一泡。不过，你爹泡温泉了吗？泡了啊，他只是不能见太阳光，我们都是月黑风高的晚上泡的。是谁啊？嘿嘿，娘亲，你要和爹爹一起泡温泉吗？你先问问你爹同不同意。我爹会不同意吗？我认为他可能求之不得呢。我已找到云清雪便来了。你如何找到云清雪的？那个人是个变态，把云清雪折磨得够呛。他一得救就立刻杀了那人了。其实我不确定是不是王全朗派去的，不过他既然死了，我便顺水推舟了。本王还有事，回去告诉你们主子，不必等了。王爷，王妃娘娘说你要不去陪她，她明天就去皇陵陪隆庆侯爷了。好，本王去。让他来，他坐一盏茶就走，弃我如敝履，却对别人的妻子念念不忘。我为什么和你我还不是因为太爱他了？他嫌弃我，为了云清瑶嫌弃我，是不是很快就要到瑞王夫妻的忌日了？是8月24。
你明天喊我哥哥来，我有事要和他商量。你确定王全朗来了？任何人都不要说。你拿一笔钱去城隍庙，那边有个要饭的，眉心有一颗痣。你告诉他，8月24的时候去瑞王的墓前守着。他料定安乐郡主最近的时间想要暗算允清瑶，借由瑞王夫妻的忌日是最方便的。这一次我要做黄雀。娘亲，您看的是什么书啊？天书，你看不懂。都和你说了，我是仙女，仙女的书你看不懂很正常。啊，对，娘亲是仙女。娘亲，这几天爹爹的心情又不好了。他怎么了？马上就要到大伯和大伯母的忌日了。府里的人说，3年来每一年的8月24，爹都会很伤心。爹真可怜，最亲的人都去世了，自己生而无恋的时候，却不得不强撑着病体，养育年幼的孩子。赵王以前过得很辛苦吧？瑞王和瑞王妃的墓在哪里？要去祭拜吗？要去的。娘亲要去吗？后天，那我安排一下驿馆里的事情，提前将后天的手术做完。最上面是太祖，本来一个令一个山头，但太祖留了旨意，不许铺张，于是大家就都葬在了一起。哇，那整座山是不是都挖空了？由建顶住，强撑几十年没问题。至于几十年后，就不归我操心了。还是王爷觉悟高。上一层是先皇后吗？是我母后，想去吗？我们走快点，雨意识不会落。张王爷，我们侯爷请您留步，还有事想和您商议。告诉侯爷，本王在京城等他。我们侯爷说，如果不愿意赏脸，那就是说明我们办事不力，请王爷给我们几分薄面。你算什么东西？那就得罪了。是大手笔，看来是早知道你每年来祭拜，从而早就准备好埋伏在这里了。云清瑶没带兵器，赵王将他护在身后，避开一刀，紧接着他带来的人也都围了上来。往日他一个人并不惧怕什么，今年不同，厉害啊，王爷！我还以为我们要亡命天涯了。要下雨了，我们早点回去。晚上我带你去吃我哥哥生前最爱吃的江鲜河啊！居然还有人，他们不会为了杀我们还准备了军队吧？真是大手笔。你说的没错，他们这次确实大手笔了。这不是军队，他们是皇陵守备军。皇陵守备，隆庆侯府也能调得动了。我也是才知道，由此可见，隆庆侯府的力量还在你我所料之上。再跑就要跳山了，咱们拼死一搏吧。相信我。没别的选择了吗？大瑶瑶，穿越定理，跳崖得武功秘籍。王爷，跳！赵王拉着云清瑶，在无数箭矢飞射来时，纵身一跃。三哥，您说他们是真的死了吗？仙王冷冷地扫了眼自己的亲弟弟，想到他和安乐郡主在宗人府里做的龌龊事，想到他头顶厚厚的绿帽子，他什么都不想说。你留在这里等着，我先回城，将这里的事情回禀给父皇。宫中，仙王将结果回禀给皇帝。找了一夜，山洞里和悬崖底下都没有人。怎么会找不到？如果找不到，不正是说明他们还活着吗？啊？会不会被村民救走了？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悬崖下，因为是皇陵，所以养了虎狼。不可能，这不可能，我不相信。皇上，您再派人去找，多派点人。他们夫妻祭拜上坟，却被人围杀，
箭矢钉了一地。如此大阵仗，皇上也要立刻查。这么多人能躲在皇陵围杀皇子，明日是不是就能潜进皇城刺杀皇上？京中除了七大营能有这样的阵仗外，就只有禁卫军以及皇陵守备。那唯一的可能就是皇陵守备。你可知道皇陵守备军如今谁在掌控啊？父皇，守备军虽在隆庆侯手中，但他如今养伤，不可能来伤害二哥呀。更何况儿臣说句不得当的话，若真是隆庆侯的意思，他这么做不等于暴露了自己？这岂是隆庆侯的手段？赵王夫妻在平山被刺杀，你可知情啊？皇上，微臣不知。你说你不知道，那就是你父亲做的了。皇上，您为何这样说？我们父子什么也没有做呀。你看看，这是什么？这不是皇陵守备军的剑吗？难道你在和朕装傻？皇上，微臣真不知道。说句不得体的话，微臣就算要刺杀，微臣也不可能动用皇陵守备军，这不是等于自报家门吗？皇上，这其中一定有误会，您给微臣一点时间，微臣一定会查清楚的。朕给你2个时辰，要是查不明白，就都不要回来了。真不是你做的？是安乐，但安乐没有资格调动守备军。他和我说的是，找些杀手去围杀他们。那是怎么回事？青瑶，你醒醒，青瑶。少爷别怕，我没事，就睡会儿。那你睡，我在这里守着你。我大意了，以为自己准备充足，却不料还是带你陷入了困境。我何德何能有你？青瑶，我会对你好，从生到死。你觉得怎么样？弟弟，我们见过对不对？我不是弟弟，我是你的夫君。夫君？昭王？对，昭王。真帅啊！我的夫君这么帅的吗？你这么一直抱着我，你不累吗？腿酸不酸？酸疼，还好。怎么，你也生病了？身上这么烫？啊，你的脸……王爷，您在不在里面？说罢，一瞬间，一个人影跳进来。王爷就不能等我瞧一眼再戴上？你太慢了，他们来找我们。云清瑶看着进来的木谷，问：“有吃的吗？”“还有。说一说我们调衙后上面的事情。”那些围杀的人就立刻消失了，就跟没出现过一样。小人下来找了，一开始没有找到这个山洞，跑了2次，天就黑了。其他人回去搬救兵，一直到现在。城里地动山摇，皇上勃然大怒，先王和宁王请命一起来找，现在上面都是人在等着呢。稍后你们继续往下去，登了都不要歇。王爷，下面是什么地方？下面是山，山后是村子，你想下去？正好休整2天，让大家继续装，如丧考妣，越惨越好。还有，城中的动向盯一下，谁跳得最凶，谁最安静，都记好了。嘿，是不是找到他们的尸体了？我问你，你是怎么调动的皇陵守备军？
我没有啊，我就拿了我的私章和3万两银票，让人去找杀手。什么皇陵守备军，他们和赵王夫妻的事有什么关系？难道真的是我父亲？王全郎一时没了底，贤王觉得不可能，龙庆侯不可能下这种命令。他问安乐郡主，他让谁帮他找杀手的？安乐郡主就喊了自己贴身的随从，随从去找给他办事的中间人，可那个人仿佛不存在，翻遍了京城也没有找到。找不到人，那只能说明安乐的事有人早就知道了，并将计就计，利用安乐去杀赵王夫妻。人慢慢找，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怎么样把这件事对我父皇交代清楚。王爷，有个镖局的大师傅拦住了钟庆侯的马，承认是他帮助安乐郡主以及世子爷传的消息，而且那个人还有皇陵守备军的令牌。糟了，我们这是中了别人的计了。先去宫中，其他事随机应变。云庆瑶在山间的一处小屋里休整了一会儿。难得偷到半日闲，咱们去钓鱼。年底的鱼很肥美，尤其是这种鲜少有人来的山间，鱼没有受过伤害欺骗，非常的单纯天真。是不是钓的太多了？我这辈子都没有钓过这么多鱼。你能成就的事，岂是钓鱼能比的？赵王妃太谦逊了，我跟你烤鱼吃。咱们在这里生活没关系吗？雷云他们本就在下面找人，生活不奇怪。更何况现在想我们死的人恐怕没有空关注了。此地不宜久留，狼嫌少单独捕猎，他可能会去找同伴了。你住在这里，还是迷路了？我们要离开这里了，你和我们一起走。那我们自己走了，你在狼回来以前离开这里。王爷，我们走吧。我们往山下走，绕过一圈就能回城了。好啊，这一路就当秋游了。王爷，赵王爷，赵王，王爷，奴婢是于赵，是于嬷嬷呀。于嬷嬷，于嬷嬷是先皇后在闺阁时就跟着伺候的丫鬟，后来先皇后入宫，她跟着入宫，再后来瑞王和昭王前后出生，她就一直伺候2个皇子，直到瑞王出宫开府，身边没有得力的嬷嬷，先皇后就让于嬷嬷跟着一起出宫了。此后她就跟着一直照顾瑞王。你没死。王爷，奴婢没有死，奴婢苟延残喘3年了，不敢离开这里，可又不甘心死。王爷，奴婢在这里等你，等一天是一天。老天开眼了，奴婢等到了。于嬷嬷哭着哭着就背过气晕了。赵王将她扶进木屋，云清瑶跟着过去给她检查，一身基础病，也有严重的营养不良。我给她补一点营养液，后面慢慢调养吧。于嬷嬷，是照顾我兄弟2人的嬷嬷。3年前的昨日，瑞王府失火，我兄嫂在火中丧生。不止他们，于嬷嬷和另外4个嬷嬷以及丫鬟都在大火中丧生。我一直在查那天夜里的事，可惜知道那夜事情的人都死了，所以我怀疑，但至今没有证据。姐，现在于嬷嬷找到了，许多的疑问也会迎来答案。城中来消息，皇陵守备军的调遣不是王全朗，而是安乐郡主。安乐郡主？贤王妃？是，安乐郡主偷了隆庆侯的令牌，下令让守备军刺杀王爷和王妃。他吩咐办事的长随招认了，而举报他的则是一个镖师，他手里有安乐郡主给他的皇陵守备军的调令。几日不见，安乐郡主的脑子更不好了。皇室怎么处理的？可能会废掉安乐郡主的王妃的头衔，令她剃度出家，为您和王妃念经超度。什么时候剃？可能就今明。那我们就在这里屈就多待1日，等她出家了，我们再回去送她一程。
不过，谁给安乐郡主设计的陷阱？会是贤王侧妃吗？完全有可能。他知道动乱那日是谁喊他出去，导致他被害的了，所以他设计了安乐郡主，或者他想一箭双雕。应该是，龙泉侯这次的皇陵守备军不得不让出来了。王爷，快跑！王爷，快跑！快跑啊！王爷，嬷嬷别怕，我在这里没有危险。于嬷嬷，你没有死啊？雷侍卫，托王爷的福，老奴还苟活着。那天夜里瑞王府起火，您不是在里面吗？于嬷嬷目光又恍惚了起来，看着破旧的屋顶，磕磕碰碰的将那天发生的事情说出来。奴婢躲在假山后面，看到了持刀的黑衣人，我还看到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是谁？那个女人穿着黄色的裙子，手里拿着火把，咯咯笑着点的火。奴婢没有看到她的脸，但那个女人年纪不大，梳着小姑娘的辫子。如果她笑，奴婢一定能听得出她的笑声。那个笑声，在过去的日夜里，奴婢每次想起都会恨得牙根痒。奴婢一定要让他以及害王爷的人不得好死，奴婢要将他们千刀万剐。于嬷嬷好。你好面熟。你是云丞相府的二小姐？不是放火的事。云清瑶松了口气，他以为他要和昭王上演你杀我全家，我想爱你却无法爱的苦情戏码了。是啊，我是云清瑶。她现在是我的王妃。王爷，她不就是跟着贤王后面要死要活当贤王妃的云二小姐吗？王爷，你不会不知道吧？云清瑶无语，这一上来就掀老底，遮羞布一点没给他留啊。我知道，但现在的她与您记得的那个云二小姐截然不同，以前的事都忘记了。您只要知道她是昭王妃就行了。哼，那可难了，奴婢可忘不了，历历在目，记忆犹新。那年二小姐因为贤王和女子说了一句话，她在瑞王府大吵大闹，要那女子滚远点儿，不许碰她的贤王。那天在街上，二小姐塞枕头在肚子里，逢人就说有了贤王的孩子。行了，这是我和他夫妻之间的事，我当时愿意娶她为妻，就当然是不在乎她的过去了。那个，我出去透透气，你们聊着，不必在意我。青瑶，于嬷嬷以后不会再提以前的事啊。那就辛苦于嬷嬷忍一忍。吃过饭，我们去皇宫。王爷不要吃得太饱，一会儿不能狼吞虎咽半残。哦，对了，把我的青带拿来，我得凄惨一些，毕竟我的孩子没有了。哼，安乐郡主成了尼姑，这云清瑶成了鬼魂，往后就再也没有人给我添堵了。娘娘，没有了王妃，以后正妃就是您的了。王妃不王妃的不重要，我要的是王爷的心，我要让他回心转意。王全朗来找贤王，说安乐郡主的小厮招了，说是云清雪收买他的。贤王不敢置信，这怎么会呢？皇陵守备军的令牌是货真价实，云清雪如何弄到的？你要不舍审他，就我来审。不行，你不要忘了，他的爹是云峰，他害了安乐，还让我们丢了皇陵守备军。云峰要知道，都不能让他活。不行，他先前并没有要害你们的意思，上一次动乱是你先动他的。你知道？我当然知道，只是有的是无伤大雅，不想多谈。但云清雪你不能杀，至少现在。行，看出来了，安乐在你眼中就不如云清雪重要。那我就去找云峰去掰扯，
这个亏我不能白吃了。王家的人越来越过分，若将来真帮他坐上皇位，岂不是让挟天子以令诸侯？皇宫里，长公主和蔡贵妃已经哭了一轮了，皇帝也松了口气，对昭王夫妻道：没事就好，身上的伤啊慢慢养啊。青瑶啊，这次委屈你了。隆庆侯府简直从根里坏掉了，让安乐去当尼姑，简直便宜他多苟活几年。皇上，姑母，我的孩子没有了。什么？不提我还没想到问。青瑶的孩子，欺人太甚，欺人太甚了！我现在就让人去安庙杀了安乐郡主。姐姐，这件事已成定局，你杀了安乐于事无补。你又忍？皇帝欲言又止，有的事不是不想忍就可以不忍的。隆庆侯还在守皇陵，这些日子连求情的褶子都没有递回来，他一直为此不安，很怕隆庆侯蓄意做什么。再等等，我还年轻，很快就能再怀上的，您别生气。为了大局，我能忍的。我听父皇的，一切以朝廷和大局为重。还是青瑶懂事啊，这次的事朕心里记着，先给你一点补贴啊，等以后必定给你公道。皇上，听说沿海一案有倭寇上岸，要不让戚大营去历练历练？戚大营很久没有出去过了，如果现在能让昭王带出去走一遭，是天大的好事。好在哪里？一则有仗打才有功力，有功力才能提拔自己人，提拔了自己人才能彻底控制部队，才能拉拢人心。二则出去一趟亦能顺道清除异己。三则兵未动，粮草先行，这些都是钱，有钱才能养人。派遣戚大营去，这也太远了，不合算呢。这样，昭王挑选1000人去，如果戚大营都去，成本太高了。侧妃娘娘在街上被百姓打破了相的事情，您要不要和皇上说？不必了，他要脸也无所谓。王爷，昭王回城的时候，有人看到昭王府的马车里坐着个老嬷嬷。老嬷嬷？你想办法去查一查哪里的嬷嬷。没死！你确定人回城了？是啊，和昭王一起回来的，在街上碰见了侧妃，还起了争执。侧妃被百姓丢了10几个臭鸡蛋，脸也被人挠破了。云清瑶没死，他怎么能没有死？他不死，我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爹，哥哥，让我出去，我要回家，我不想待在这里。娘亲，娘亲！表哥，我也要抱抱。你刚才干什么去了？哪里也没有去啊。我看安庙的方向冒着浓烟，你不会去放火烧贤王妃了吧？我这不是气不过，去给表嫂还有你出气吗？没把人烧死吧？有人救了吧？青天白日应该烧不死。那就好。等过个1年半载的，我还要救他出来呢，把一个困了1年半载、满心恨意的贤王妃送回去，再告诉他今天的事都是云清雪设计的，一定很热闹。你回去收拾一下，和我去打倭寇。真的要去打倭寇？皇上同意了？你表嫂要的赏赐。表嫂你可太牛了，你是天底下最牛的人。别的女人要赏赐，不是绫罗绸缎就是金银珠宝，只有我表嫂要打仗。表嫂，您是天底下独一份。娘亲，肚子里的妹妹是真的没有了吗？以后你照顾好娘亲，等我回来后，
还会再有弟弟的。那个于嬷嬷是端王爷的贴身嬷嬷吗？刚才他让府中的人都去见他了，还说家里每个像样的女主人不成体统。这个嬷嬷不喜欢我，数落了我一堆以前的傻事。以后有她在的地方，你们大家注意些。那我们少出去。听说宫里出来的嬷嬷都很凶，规矩又多。往后啊，家里不太平了。好啦，吃饭吃饭。虽说谨小慎微，但也不用战战兢兢。咱们还是有很多退路的。咱们要秉持不惹事、不怕事的原则。知道了。好好照顾自己。于嬷嬷那边你不必在意，她就算是我兄长的嬷嬷，可也是奴婢，你有权利处置她。京城的事我会看着处理，谁也不能让我吃亏。你等我回来，最多半年我就回来了。照顾好自己，得空写信回来。表哥，不要再和表嫂卿卿我我了，时间不早了，我们要赶路啊。表嫂，不行的话，你和我表哥一起去吧。哎呦喂，我都想成亲了。其实我不洒脱，只是装英雄。我是英雄，那么爱你，怎可能一滴泪没有？我说我会再牵手。走啦，走啦。张王走的第4天，云京下了第一场雪，纷纷扬扬连着下了3天，地上积了厚厚的雪。隔了1天，雪没有化开，地面开始结冰。张王妃娘娘，救命啊！哦，你哪个府里的？有什么事？娘娘，奴婢是云府苏秋姨娘身边的大丫头，我们姨娘刚才摔了一跤，流了好多血，我们姨娘有孕了，求娘娘救命！娘娘，给您添麻烦了。娘娘，时至今日，有件事，苏秋想和您坦白。我其实是领了任务的，我想帮保宁王回去。楚国的圣上现如今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若非楚国良药名医多，他恐怕今年就去了。娘娘，您愿意帮助保宁王和青阳公主吗？抱歉，对你的话我有几个地方不懂。你要帮保宁王回国，这不是一个人就能做到的事。其次，保宁王和青阳公主知不知道？我们有很多人就在城外，对魏称长加班，那里的班主就是我们的头，我们都听他的调度。保宁王不知道有这件事，我们也一直想不去。等布局好了，再去找青阳公主和保宁王。松质子回国可不是小事，牵扯到2个国家的朝堂、皇室以及外交。保宁王和青阳公主看似自由，但他们身边一直有监视的人，并且监视的人是谁，你都不知道。我进云府，原本打算找机会杀了云凤，制造京城动乱，好带保宁王离开。可是我想的太简单了，杀了云凤也不能带走保宁王，而我也无法全身而退。为什么找我？因为只有您有这个能力，也只有您可能会帮助保宁王。娘娘，您若帮助保宁王登基称帝，将来他可就是您的后盾。你说的有道理，但我要和赵王商量一下。娘娘，我真的很羡慕您。虽说您以前有些，但现在的您这么的有本事，和赵王的感情又好。赵王对您很好，娘娘是有福气的人。你怎么看出来他对我好？有的事你们小姑娘不知道，我却是知道的。这男人啊，喜欢女人的时候，他的周身都会拒绝除了那个女人以外的所有女人。
娘娘还是小姑娘吧？啊？怎么会？我的孩子……我在烟花市里待了这么多年，别的不知道，这些事我还能不知道吗？娘娘不喜欢昭王吗？你需要休息，而且我们不熟。我晓得了，娘娘是有点喜欢昭王爷的，是不是？你的脸红了。优秀的人互相欣赏和吸引，有什么奇怪的？娘娘喜欢一个人，千万不要错过。人生在世，才能遇到第二个了。晚上回家，一进院子就觉得气氛不对。我这么晚回家，也不在家里等我，跑这里来了。娘娘，于嬷嬷照规矩，说不跪到亥时，不让他们起来。一位面生的丫鬟上前来，对着云清扬说话。云清扬回头就甩了他一巴掌，滚一边去！娘娘，说说就行了，不要动手。于嬷嬷呢？王妃回来了，你也不出来跪迎？哼，娘娘好大的脾气！奴婢奉命管家调教下人，这3个人什么都不懂，奴婢略施小戒，让他们长个记性。娘娘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发脾气。跪下，给我磕头，迎王妃回家。瑞王和昭王见到奴婢都要恭恭敬敬，奴婢这辈子除了跪先皇后和皇上外，没跪过任何人。奴婢跪，你敢受？你跪吧，你看我敢不敢？你，哼，果然是疯子傻子，没有教养。就你这样的，你一点也配不上昭王，你也不配做昭王妃。你以前有面子，高高在上又怎么样？你现在就是个见不得人的活死人。在我这里，你什么都不是。王管王爷在不在？清源的事你少管，今天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再让我看见，我让你这个活死人变成真死人。没有教养，疯子，傻子。这个于嬷嬷，奴婢以前就知道，手段厉害着呢。你今儿不该和他对上，将来他要是在家里作乱，就算王爷天天向着你，被他这么闹，早晚也离心。不过让你忍也不对，不该忍他。不用怕，一个嬷嬷而已。他拿捏我的地方不是他的身份，而是我对昭王在乎。奴婢说句不得当的话，当年要是你母亲也有您这样的精明，就不会丧命了。您昨晚一定考虑过要不要帮助保宁王吧？难道真的要等昭王爷回来吗？王爷怎么又来了？莫不是想在我这里找份工？啊，介绍一下，这是我父亲的姨娘苏秋。哦，我知道，我还知道常家班，我也知道你，这些都是我姐姐查到的，一直没有机会核实。你在后宅当姨娘，我以为不能见到你，没想到……王爷，民妇本来是想去拜见您的，但身份卑贱还尴尬，索性就什么都不做，等待机会。我不一样，我是长国公派来的，不算是常家班的人，是专门负责保宁王和青阳公主的。但此事太难，常家班运作一段之后，就没像以前那么上心了。常家班有多少人？我只去过2次，后来都是和兰姐联系。2年前大约是67个人，现在估计要翻了几倍。青瑶，你可愿意陪我去走一趟？我想见一见他们。那天你问我想不想回去，我说谎了，说我无所谓。其实我特别想回去，无论齐国多好，都不是我的家。我如果不努力一下，不管哪天死，我都无法瞑目。而且
我如果有幸得到了那个位置，楚国和齐国必定百年和睦，我也一定会鼎力保昭王登基。就算昭王没有意向，小世子难道你也不想吗？想啊，你让我思考一下，我要不要帮助你？我宁愿死在回去的路上，也不要窝囊的留在齐国，等待被杀。林清扬回房给昭王写了一封信。王爷走到哪里了？临京下雪了，一路上可顺利？王爷，苏秋原来是常加班的人，他想营救保宁王回国。我在犹豫，倒不是觉得这个事不划算，而是保宁王行不行？他能登基吗？他能帮到我们吗？王爷思考一下，等你回复。赵王妃，就算是死在路上，我们也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的命。求您帮帮我们。好，我们各自准备点趁手的武器，明天一早和苏秋一起出城去常家班。你不用跟我装，你借我的人说什么护送你去找夫君，实际上你就是送保宁王出城。你身为昭王妃，你应该知道保宁王是楚国送来的质子，他如果失踪或者有个三长两短，将会造成多大的混乱，引起多大的纷争。你立刻将他交出来，否则这个事的后果就算是二哥来了也担待不了。不用紧张，我好歹也是昭王妃，有的人就算想冤枉我，也得拿出证据来。贤王，你口口声声说我放走保宁王，那就请你拿出证据吧。保宁王在哪里？看来保宁王已经走了，没有人和证据，你就打算不认了吗？你说的话我都听不懂，你什么都没有就让我认罪，是觉得我好欺负吗？那可真是对不住了，给了你这样的错觉。今晚你必须将保宁王交出来，否则就不要怪我不客气。我也实话告诉你，保宁王是绝对不会放回去的。林清瑶，我不会放过你的。休整一个时辰，咱们变一下方向。庄王妃娘娘，你打算往哪去啊？我暂时也不回去，往南去找到昭王他们。你们不必跟着我，这里离海边不过半天的脚程了，我想很快就能找到昭王。和我们一走，要是您跟着我，暂时还不能建功立业，获得大的封赏，但跟着保宁王却不一样。楚国现在局势动荡，你们完全有可能拼一个前程。将来只要我们活着，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到。那天在常家庄里说什么来着？拜把子。虽说我身份不变，但在我心里，大家都是兄弟。我怎么就莫名其妙出来追昭王了？找到他，他不会认为我爱他很深，以至于千里寻夫？要不就说迷路了，碰巧遇见了。大瑶瑶，这样的感觉真好啊！咱们就这样浪迹天涯吧。不是我看不起你，我带着你浪迹天涯，是你能挣钱买馒头，还是你能帮我饮马找店？我的马一脚能把你踩成毛饼。我又可爱又英俊啊，你还能抱着我取暖哦。大瑶瑶，我感觉不太好。那我们走快点。大瑶瑶，走不了了，有病得治。我这是寻夫啊，还是出来打副本啊？唉。嘿，表哥，我告诉你一件神奇的事情。表哥，您听到我说话了没有啊？你想说什么？我今天去吃饭，听说这附近有一位很神的仙女神医，这世上没有什么病是她治不了的，就算是死人，她也可以救活。骗人的，何必信呢？去试试吧，表嫂治不好，不代表别人治不好你的病。她不也说，医术这种事情没有止境，
从来都是一山还比一山高，离咱们就半天的脚程就能巡查了。而且我听说之所以叫她仙女，是因为她十分美丽。表哥，你也有表嫂了，我可还没有呢。表嫂是神医，如果我也找到了一位神医，那咱们岂不是美妙啊？以后2个神医，那走路都得飞起来。我去，你有这个空，不如好好想想，船到了以后怎么改造。啊，晕船药是不是要配点啊？咱们都不熟悉船，要是上船就晕怎么办呀？这是其一。其二，要是他真的会治你的病，那等你回家，你和表嫂不就能双宿双栖了？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你不要烦我。他好不容易争取到来这里的机会，你好好努力立功才对。那你陪我去嘛，你就当陪我找媳妇儿了。我就感觉我和这位仙女有缘分，我一定要去。出门前应该请你表嫂陪。表哥，我有决心的让她跟我走，等会儿您得配合我啊。我不开口就已经是对你最大的配合了。直往前走，左边那个村子，进村你们就知道神医的住处了。黑大爷，神医真的很年轻漂亮吗？我劝你啊，不要乱打主意。虽说你长得不错，可你配不上他。大爷，您这个话太绝对了。缘分这种事情，岂是配得上配不上就能概括的？缘分来了，我就是一条狗，仙女也会喜欢的。去吧，自取其辱去吧。哎，排队啊！神医说了，一律按照号来，上午看完就等下午。我们不看病，我们来找人。分上下午按号来。是啊，神医就一个人，一天看的病人太多了，他太辛苦了。怎么有点熟悉呀？难道这世上的漂亮女神医长得都一样？哎呦，我的娘啊！这小伙子年纪不大，病得却重，可怜呐。是啊，嘴角都在抖。是不是神医说的年轻人也容易中风？很有可能，他骑马的，冷风一吹容易中风。这是啊，不是所有神医长得都一样，而是只有一位仙女一样的神医。青瑶，你怎么在这里？是回城路过，还是其他原因？应该是我问你，你怎么在这里？我说来句话长了，虽说只有20天，可我仿佛过了半年了。你一个人来的吗？我一个人来的。那你坐会儿，我先将上午的病号看完。神医啊，这里有个年轻人，我们看病得不轻，您要不要出来看看？嘴巴一直抖，脸通红，还坐地上起不来。小毛病，我再看看，你忙你的。没事了，病人已经回去了。你还会看病了？你是不是没听我的话？送保宁王出京了。那个，这事不能听你的话。楚王随时死，他回去迟了还有什么意义？你说是吧？再说了，你当时不在京城，形势你都不知道有多严峻。保宁王回去的迟还是早，和你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你的安全远比他是不是继承皇位重要。那个，你还没说你的事。我没什么事，继续说你的，休要在我这里糊弄过去。受伤没有？我什么人？武功高强，身姿轻盈，聪明机灵，天下第一，谁能伤我？我看你吹牛皮天下第一，这是什么？武功再高强的人也会受伤，你这有点大惊小怪了。他学会倒打一耙了，那你又为什么留在这里，还扬名了呢？我这人就是心太善良了，所以这一留就多留了几日。不过善良有好报，让你找到我了。看在你来找我的份上，就不和你计较了。多谢王爷不和小女子计较。叶渊怎么样？他还好吗？好，很好。看神医就知道，他嫁的人怎么可能普通呢？嫁给谁，谁都是祖上积德。他们不知道，我若祖上不积德，又怎么当皇帝？想什么呢？你冷不冷？不会，走一走挺舒服的。得亏你来了，不然我真的要在这里留一段时间了。别人来求医，我见不到就算了，见着了怎么忍心拒绝呢？你上马，我牵着你走。等中午太阳出来，我们再骑马，也暖和一些。那就辛苦王爷了。
你和倭寇碰了几次？实际交手10多次，但每个都是单个作战。他们的浪人抢一些就走，找他们太费时间了，我便驱赶着将赶到海里去。我们在海边盯着，他们一定还会再想办法靠岸，毕竟这一次收获很小。等他们再来，我们就一网打尽。如果他们不靠岸，就想办法将他们引过来打。钓鱼吗？咱不能白来了。说要立功就必须要立，没有军功就想办法制造机会。我也是这么想的。等到了军营，我们可以再仔细讨论看看。有你在，我倒有了主心骨。那是，我都说了我天下第一了。是，你天下第一。表嫂，你还好吗？你都不奇怪我来这里吗？那表嫂为什么来这里呢？去将海边那间屋子收拾出来。哎呀，海战会不会像咱们打的游戏里那样？有没有机会摸远程射击炮？不可能，你看他们船只的图形。那怎么打呀？海战没有雷达就算了，没有鱼雷，没有远程炮，那没得玩啊！打仗什么时候是玩了？你看这船的造型，我估计应该是撞击用的。海上碰碰船？你每天都吃的什么呀？我不吃东西，我能吃什么？又不是实体。不过，我觉得我自从上次以后，我的身体有了一点变化。你有什么变化？我昨天晚上放了个屁，今天早上打了个嗝，是不是很神奇？你打嗝是因为吃了自己的屁？大瑶瑶，我非常认真的和你讲，我怀疑我要修成正果，可以变身了。你说真的？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你快继续摸几次我的肚子，等我成了绝世美男子，你就不能随便摸我了。你确定你能变身成为一位绝世美男子，而不会变成一个老头？不可能，我一定是最年轻的小鲜肉，比昭王还鲜呢。去变身吧。要是你变成了一只鸟，不能说话怎么办？要是我变身了，口不能言，我见到你的时候就冲着你笑，我们以微笑为信号。鸟会笑吗？不管了，如果我真的那么倒霉，我一定会来找你的。要是你看到一个不能说话的东西，老跟着你，给你暗示，那一定是我。表嫂，你想不想去赶海？咱们去和渔民买点海货，晚上我做给你。不如烧烤吧。本来就打算随便吃一顿，你倒好，弄了这么大的排场。总不能吃一个看一个，对吧？好在人多，大家自给自足，也不用我做什么。叨叨咕咕一下午，我就问你，香不香？香。以前觉得海货兴起，这么一烧啊，我能吃10斤。小心弄到身上。你可带了换洗的衣服，要不明日陪你进城去买一些。不用，你旧衣服能穿就行。你吃些素菜。我不吃，等晚些你帮我煮一碗面就行。我很久没有吃了。我其实也很久没有吃了，有些迫不及待。表嫂，这是什么东西啊？海狗子？它哭了，这狗成精了吧？也不一定，它可能有沙眼。狗有沙眼吗？表嫂，说起来这狗好丑啊。不会吧？你狗？你认识这狗？啊，路上见过，这狗通人性，居然找来了。这狗也太精了吧！狗子，你要是能听得懂人话，就叫2声。真的通人性啊！上天呀，说好的是变成绝世美男子呢，为什么是一条狗啊？你喜欢吃什么？
肉还是什么？肉。表嫂，这条狗还是个吃货呀！我一提肉，它就把眼睛瞪成了牛眼。那你给它弄点吃的。你这是变身？附体？就是你的本身的龙猫身体消失了，你和我一样，灵魂附体在这条狗身上。那为什么不是附体一个人？啊，可怜啊！可能你要在这个身体里历练和积攒能量，等攒够了，你下次可能会有个高阶的肉体可以附体吧。你的肉，表哥没有说错，这狗也太猥琐了吧！给它取个名字吧。大小姐吧。哈？怎么了？这是一条母狗，我抬举它叫大小姐也没事吧？哈？真的是一只母狗啊！做女孩子也很好啊，大小姐。大小姐，以后你的名字就是大小姐了。肉不要浪费。姐妹，你去洗洗澡吧，身上很脏哦。他干什么？他才知道自己的性别。王爷，它是一条母狗。那怎么样？以后留在军帐，正好看门。王爷，一条狗而已，能怎么猥琐？您就是那位仙女吧？您就是前些日子给人治病的仙女神医吧？对对对，仙女神医，我们见过的。原来您是昭王妃娘娘啊！夸张了，夸张了！这么激动，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应了。不如让我们大小姐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吧。大小姐啊，大瑶瑶，你太不够义气了吧？这不是冻死的那条丑狗吗？没想到它没死啊，还会唱歌啊！鼓掌！这狗啊，丑虽丑，可会唱歌也是神奇的本事。大小姐，您再给我们唱一首吧。娘娘，您和我们一起跳舞吧。您生得这么美，肯定也很会跳舞吧？啊，不了，什么都会，唯独不会唱歌跳舞。娘娘谦虚了，娘娘肯定什么都会。表哥，表嫂跳的还真不错呀，腰也细，舞姿轻盈，动作柔美。表哥，您别误会啊，我纯粹欣赏，就跟您欣赏所有人欣赏一朵花一样。那你就去欣赏一朵花，谁让你欣赏我的王妃呢？醋坛子，你怎么样啊？变成狗以后多好，你想吃的美食都能吃到了。你除了丑一点，简直毫无毛病啊！嫌弃！我的天，渣男和渣狗其实是一样的性质啊！不喜欢的时候弃如敝履，喜欢了立刻抛弃现任了。云清瑶想到了贤王，当初真正的云清瑶追着他跑，好家伙，他天天戏弄别人。现在看他优秀了，不顾他已经成亲了，还偏偏露出爱意浓浓、非他不行的德行。走，再来骚扰，就把你当菜吃了。怎么了？黑狗欺负大小姐了？你说说，这种渣狗多恶心啊！你气什么？撵走便是。最讨厌这种人，不对，这种狗了。知道了，还讨厌什么？也好叫我避忌避忌。不信任吧？人和人之间一旦信任消失了，就已经不适合做朋友了。知道了，我今天很忙，你和叶渊带大小姐在附近走走看看。你来了几日，也没有去游玩过，我尽快将事情安排，这2、3天就回去。收到。不许没事对别人笑，严肃一些。你可是昭王妃。知道啦，你去忙你的吧。昭王怕你笑起来太美，别人看到他吃醋。娘亲，娘亲啊！长高了不少，也漂亮了不少。好啦，不哭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我想娘亲，
可是眼泪不听我的使唤。娘亲怎么走了这么久呢？您不晓得我多担心您啊！以后我再出去就多带着你，好不好？你到哪里都要带着我哟。爹，你都不想我？想啊，我先和娘亲叙旧，然后再来和您说话。爹，您辛苦了。儿子越来越不亲了。娘娘都晒黑了，娘娘路上没有戴帽子吗？进屋里说吧，外面太冷了。娘娘，于嬷嬷将兰园后面加盖了赵院啊，做什么用啊？没关系，您全部都告诉娘亲。给丹阳郡主住的。啊？那个丹阳郡主太不要脸了，居然勾搭上了于嬷嬷。于嬷嬷更坏，亲自去求皇上赐婚呢。等等，于嬷嬷自个儿去求皇上，她在大众面前露脸了。是啊，真真切切去求皇上，还以昭王爷的乳娘自居。具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奴婢不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是郡主先找到的他，说娘亲把保宁王爷放走的事。郡主还说，此事圣上勃然大怒，一定会杀了您和爹的。于嬷嬷琢磨了2天，请郡主帮忙递了信进宫，求见皇上。然后他就去宫中哭诉，说瑞王死的那夜多么的惨烈。他虽然什么都没有看到，可活生生那么多条人命没了，他生不如死，余生只想守着爹和我过完。后来皇上不知怎么就重新赐婚了，把郡主赐婚做了侧妃，就等爹回来迎他过门了。我猜测皇上可能是想安抚楚国。真聪明啊，皇上赐婚丹阳郡主确实是表立场。他胆大包天，将保宁王放走，当时朝堂血雨腥风，隆庆侯那边恨不得立刻将昭王府绝了。奴婢能怎么办？你能怎么办？家国大事，你有什么资格想着怎么办？拿我的婚事保命，你认为你是聪明人？皇上要杀我，也得等我回来杀。隆庆侯要铲平昭王府，就让他们铲平。你一个垂垂暮老的妇人，你担忧什么操办什么？皇爷的意思，奴婢没有资格操持您的事。你管内宅就专心内宅，不该你过问的事就不要插手。是，奴婢可能懂得少，见得少，也确实不该管您的事儿。可王爷，您从奴婢的角度想一想，奴婢能做到安静地看着王府被人害而不闻不问吗？皇爷，奴婢这条命是您的，奴婢恨不得用这条命换您的一世顺遂。王爷呀，奴婢还是死了吧。王爷您以后要好好的将端王的一起活够了。于嬷嬷，送他回房，请大夫来。王爷，要不要请王妃娘娘？早上王爷上朝了，领了大功，提拔了4位总兵。4位啊，其他的封赏就不提了，零零总总能赏的人都赏了。你得了什么？属下升了1品，如今是3品侍卫了。王府的侍卫都是4品，升3品是极少见的。那可真是好事啊！记得请客。行啊，娘娘想吃什么尽管说，属下请客。毕竟要不是娘娘俘获不了一艘大船，也就得不到这么多的嘉赏。那我得好好想一想吃什么。青瑶，姑母，您最近可好？挺好的。你晒黑了一些，路上可顺利？还行，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也都不算什么。你在这里等我吗？丹阳公主的事儿，我一开始不知道，等知道的时候，皇帝已经将话说出来了。这一次赐婚，他不是难为你，而是在帮你。你别生气，你先告诉我，保宁王是不是你送出去的？你还特意让贤王垫背。你这孩子，胆大也心细，还知道拉贤王进来。你们不在的时候，钟庆侯就一直抓着这件事儿反击，维护你们。这件事你做得漂亮，
就是不知道保宁王那孩子有没有当皇帝的命。目前还没有收到他的消息，希望一切安好。总之，这事儿我和皇帝的态度一样，保宁王放就放了，但对楚国的责任肯定是你承担，不可能落在皇上的身上。你可明白？是我做的事，不必推卸出去。所以，丹阳郡主，你先稳住。过了正月15，我帮你杀了他。一个小丫头，在我面前耍花样，捏死他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您的意思，先将人接到府中去？你忍他半个月，不成亲，也不承认他的身份。等过几天上元节，他会去看灯，到时候我让他死得足够意外。这是皇上和您共同的意思吗？你不愿意？我做赵王妃一日，王府就是我的家，我的家中不允许有妾存在。也对，那你今天不要抢皇上，把事情闹僵，剩下的事儿姑母来解决。这个可以。你这孩子太倔了，不过也对，自己的东西就不能被人碰，人也一样。昨晚为什么要留你住在宫里？姑母有意留的，让外人看看，我依旧受器重。也对，我饿了，我们去吃斋饭吧。正要吃饭，你坐。方才我劝过赵王妃了，侧妃的事儿她不反对了，但要等过完年再说。过完年？反正也就2天就过年了。谢谢长公主，我的事给您添麻烦了。不麻烦，你要进了昭王府也是我的侄媳，一家人不要说两家话。是。长公主看着她，眼底划过杀意。她有时候不太懂这些小姑娘都在想什么。别人夫妻恩爱，你插足进去是想证明什么呢？难堪的只有自己。嬷嬷还好？托王爷的福，奴婢还能撑一撑。我把郊外的别院赠予你，再请些人跟着你。过完年，你就去别院养老吧。王爷，我和你说过，他的事你不要碰。你为什么几次三番的不消停呢？可奴婢忘不了他对贤王，他走前甚至还将保宁王请到家里来。他以前的事情过去了，现在他做什么我都会包容他，更何况他做事沉稳，你用平常心待他是不会有问题的。他和我是夫妻，是要和我过一辈子，我怎么可能偏袒你而去伤害他呢？你去吧，过完年我亲自送你走。于嬷嬷生病了，不知真假，但隔了1日就是年30，我们也去看看。好。赵王和他一起出来，站在府廊下，火花在夜空中炸开，绚烂夺目。赵王忽然转过来看着他，低声道：我们重新成亲好不好？好，再办一次婚礼。上一次太委屈你了，我对不起。不用，不过我可以将咱们的契约日期加得长一点。多久？3年吧，以后还可以继续续约。时间太短了，这次契约内容我来列，时限就定300年吧。初2吧，早上我们去给母后还有我兄长上香，请他们见证。乘风破浪，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像我本来万物都生长。第2天，大年初1，一家3口进宫拜年。青瑶，瘦了不少，但瞧着却更舒服了。是不是健康活力？啊，你这词用的对，健康活力，让人觉得生机勃勃。看来也不能太白了，稍微黑些也好看。花
画出恋爱中绚烂的世界。娘亲，我今天收到了好多压岁钱，都存着，将来娶媳妇儿。不要，我要存起来给娘亲买首饰。为什么？我观察过了，青天大殿上只有娘亲的簪子最小，而且娘亲的窗帘匣子里也没有多少首饰。我要给娘亲买好多好多的首饰。嬷嬷，王爷刚到家，很累了。我说2句话就走，不会让王爷辛苦。天宝，王爷昨晚都没有回来。不在，于嬷嬷也不在。云儿小姐，你问为什么把你的东西丢在院子里？没有为什么，这个院子是昭王妃住的，你没有资格住。我给你时间，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否则今天在这院子里的人，谁都不能全虚全影的走出去。好，3年前瑞王府大火的那天夜里，你云清瑶在什么地方？什么意思？我问你，你在什么地方？当时我生病着，所有的记忆都消除了。哼，你当然消除了，就算没有消除，你也只会装不记得。可是我记得，有人记得，那天晚上瑞王府的大火是你放的。不可能，那样的晚上，瑞王府被人灭口，对于凶手来说是天大的秘密，杀人的秘密。他怎么可能让一个傻子去参与，还让傻子去放火？这不符合逻辑。我亲眼所见，有什么不符合逻辑？你当时跟在男人后面像条狗，还不是别人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不可能，我不信。王爷呢？我和王爷自个儿说，和你说的多余。哼，云儿小姐，你忽然糊涂了吗？这里是王府，我将你的行李丢出来，没有王爷的吩咐，你认为我敢吗？王爷对你太失望了，他对你如此的好，你却害他的至亲。你可知道瑞王对于他来说有多重要？他曾因为举目无亲而想过去死，他这一生疾病缠身，已然不易，你如何还能去骗他？云儿小姐，你怎么能忍心呢？我不和你废话。二小姐，我今日要过门了，就住在这清园，要不你先将自己的东西带走。你过门？是啊，王爷今天早上带我进府的，从今日开始我就是这里的侧妃。王爷许诺等再过2个月就抬我做王妃。萧衍，你信了于嬷嬷的话，认为是我杀了你哥哥，你为什么不来问我？你可曾记得我最讨厌什么？我最讨厌不信任，一家人没了信任，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我愿意给你机会，听你解释，也希望你给我机会，我们一起去查证。我数到3，你出来。1、2、3。在时代的争中，像当初的怀中，隔太多成就会不能相拥。还没到开满花，却看见天边一点点变红。还以为无影踪，记忆里有翻涌。人长大后太难学从容，总有时忙怎么像花蝶那么勇。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
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在身旁为我停留。我信以为真，一句句刻在我心头，换来了。青瑶，恭喜你！像你这么有本事的女子，成亲太委屈你了，所以我恭喜你又变成一个人，立刻就能展翅高飞，如那雄鹰一般。我也如你这么想的，带我去找房子，你不如搬来和我一起住。哎，找什么房子啊？我手里就有现成的。怕是你会不会嫌弃我残花败柳啊？我嫌弃你灭自己威风。好，我跟着你。好了好了，哭什么？刚才苏秋姐姐说了，她有房子，我们立刻能搬到她的房子里去。趁着天亮，我们动作麻利点儿，晚上还能开一桌乔迁喜宴。娘娘，您真的没事儿？一点事儿都没有。只要您没事儿，我们就都放心了。皇后您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我们都跟着娘娘。走，搬家。你说真的？被休了？对，住苏秋的房子里了。往后啊，说是几个女子一条母狗一起住。云清瑶，没想到你也有今天，你也会被赵王休啊！你就是个破鞋，云清瑶。哼，天底下就他最能耐似的，还抛头露面当神医。哎，可不就是，军功他也立呢。哎，好像他能耐了，我们倒不像女人了一样。呸呸呸！女人就应该像我们这样，她那样算什么女人？乖，从此以后又只有我们两个人了。不过没关系，重走另外一条人生路嘛。娘亲，娘亲你在这里吗？娘亲，朝宗，娘亲，娘亲，娘亲，你伤心吗？本来有一点失落，但看到你以后，我就一点都不伤心了。我的心满满当当，滚滚烫烫。真的吗？真的。娘亲，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我都相信你。您这辈子都是我的娘亲。我都是你娘亲。我要留在娘亲这里。您和爹和离吧，我和您一起离开王府。怎么可能呢？莫说你不是我生的，就算是，我也带不走皇子皇孙啊。我好着呢，强壮的像小牛犊。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青瑶，这孩子你没白疼，值得了。是赚了，我一个大姑娘平白无故得了个儿子，这辈子都不用生了。我要把他留在这里1个晚上，你觉得行得通吗？娘娘，恐怕不行，会给您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和口舌。那你等会儿，他醒了以后再带走。哦，不要喊我娘娘，我不是了。表嫂，开门！表嫂，我是叶渊啊！表嫂，我刚到京城，家都没回。叶渊他们押后，比云清瑶和昭王他们晚了7、8天的脚程。表嫂，回来你们不还如胶似漆？怎么一回京城你们就翻脸了？我一进城就听到大家都在讨论这事儿，我都懵了。云清瑶给他大概解释了一下。放火？这事儿你问你表哥，不要问我，我是被赶出来的。您和我一起回王府，找表哥问清楚了，就不信了。昭王府，我至死不会再回去。啊？那你和我表哥怎么办啊？喝茶。谈恋爱分手，前任消失，这是必备之修养。所以彼此不要再联络。叶渊瞠目结舌，隐隐觉得他表哥这次真的要失去表嫂了，哄不好的那种。云清瑶将叶渊哄着，承诺他不和他一刀两断，他才回家去。
二小姐，要是您真的放火了，可怎么办呢？毕竟当时您非常听先王的话。我考虑过，如果真的是我放火烧死了瑞王，并且他们能拿出证据，我愿意为此负责，生死由律法裁定。不过谁主张谁举证，在赵王和于嬷嬷他们拿到证据以前，我这个早没有记忆的人就是清白的。奴婢相信你没有放火。我虽不记得，但我从逻辑上来推算，可能性不大。我当时神志不清，口无遮拦，就算是贤王也不敢保证我能够守口如瓶，不乱说。那婚事怎么办？什么婚事？你这孩子，当然是和昭王的婚事啊。女人总要成亲的，更何况您和昭王在宗人府的卷宗上还是实打实的夫妻。这好办，我明天进宫的时候就和赵王彻底和离。到底怎么回事？昭王就跟锯嘴葫芦一样，一句话不说，你一定要说清楚，我和你父皇都急死了。于嬷嬷说我放火了，我不记得我放火的事，毕竟我以前确实浑浑噩噩有病。放火？于嬷嬷看到是你。皇上，虽说我不是赵王妃了，但也想请您做主，这件事我只认证据，如果真是我放火烧死了瑞王一家，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但我不自证清白，谁告谁举证，我且等着。你这话说的倒是有点无赖呀。这怎么能是无赖呢？就算是官衙审犯人，也是自己找证据，哪有让犯人找证据的？反正买卖不成仁义在，以后皇上和长公主殿下我还当亲人看，有病不对，有事的时候随时去找我。你和他就不能聊一聊了？或者我帮你问清楚了你再回去？不可能，这事儿结束了。皇上，您赐民女一张和离书吧。不赐，真不想看到你。走。你凶他干什么？他都说了他不记得当时的事儿了。再说了，就算火是他放的，他当时是个傻子，他知道什么呀？朕要不赶走他，他能粘着朕要和离书。这事儿啊，让他们夫妻两个自己扯皮，谁打死谁朕都不管。你说的也对，昭王的脾气，我们就是插手，恐怕也没有用。老大，昭王爷好像出事了。出什么事了？不能说昭王爷出事，是昭王爷闹事了。他将隆庆侯世子王全朗给杀了，还刺伤了贤王。若非在大殿上，贤王也得死。为什么？为了瑞王。昭王爷查明了当年是谁杀的瑞王，是谁放的火，就是王全朗。所以昭王亮了证据后，问皇上和众人王全朗该不该死的时候，众人点头。于是昭王亲自动手杀了。对，具体的细节我也不知道，但是王爷也是问了皇上，得了大家认同之后才杀王全朗的，血溅金銮殿。昭王他怎么查明真相的？据他所知，他查了很久都没有查明，是什么让他有了这么大的进展？此刻，隆庆侯拖着病体赶到金銮殿，一进去就看到了他的儿子倒在血泊中。昭王，莫说你的控诉不知真假，就算是真的，你也没有权利杀我儿子。他不是平民百姓，他是隆庆侯质子啊！他有罪，你送大理寺，你有什么资格杀他？隆庆侯节哀顺变，人反正已经死了。你站住！你这是杀人之罪呀，必须伏法严惩。你算什么东西？严惩我？本王想杀就杀了，你若有本事，就叫大理寺来拿我。皇上，如此大事你也不管吗？朕怎么管？朕这个皇帝是既管不着你，也管不着儿子。朕就不像个皇帝，朕就是个窝囊废。
皇上息怒啊，隆庆侯也是爱子心切，赵王爷也是查出当年的真凶后，一时激动了。昭王府中，于嬷嬷也刚刚听到消息，她激动地问田卯：“王千朗是凶手，证据确凿。”是。王爷，真的是太好了，终于给瑞王报仇了。奴婢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田公公，这位田公公是今年的大年初一在坤宁宫里和于嬷嬷相遇的那个公公，就是他告诉于嬷嬷是云清瑶放火烧的瑞王府。田公公，你告诉他，是昭王爷请奴婢出来的，奴婢有话和你说。什么？今年在坤宁宫里遇到您，其实不是意外，而是奴婢奉皇后娘娘之命，故意在那边等您的。那些话也都是皇后娘娘教奴婢说的。皇后娘娘的目的是想借您的手将昭王和昭王妃拆散，因为昭王妃能干，自从她做了昭王妃，昭王府蒸蒸日上，连往日并不上进的昭王爷也开始关注朝堂，奋发向上。你胡说！胡说的是你。本王问你，当他告诉你他亲眼看到王妃放火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明白了这是个计？以你在宫中这么多年的经验，你不可能看不出来。你就是想将计就计，让本王相信，顺道将昭王妃逼走。你个死婆子，看在你年老有功的份上，我给你一点面子，你居然还干涉主子的婚事。我表哥表嫂怎么过，表嫂人怎么样，用得着你管呀？这幸亏表哥一直忍着，顺藤摸瓜找到了证据，不然呢，他真信你的话，他这辈子幸福就毁了。王爷，奴婢没别的意思，奴婢就是觉得云清瑶她配不上您啊。他配不上本王，是本王配不上他才对。天猫，给于嬷嬷收拾东西，送去海边容养，终生不得回京。小世子坐在云清瑶的问诊台边上，一边吃零嘴，一边绘声绘色，将于嬷嬷离开的前因后果说给他听。这是好事，就是送于嬷嬷去容养，有点仁慈了。不过我就是吐槽一下，你别和你爹说。那应该怎么做？上那去养鸡，勒令他一天下多少鸡蛋，达不到数目就不给他吃饭。我送他去海边容养，不是因为我不生气，而是太医给他看病，他身患重疾，命不久矣。你谁啊？我这里只看病，不闲聊。清瑶，你听我解释好不好？我知道啊，你是因为保护我，所以才故意对我避而不见。我还知道你对我十分抱歉，是不是？是。那又怎么样呢？我生气呢，而且气性很长。我生气的时候，从来接受不到别人的好意。你就是现在自刎谢罪，以你我的交情，顶多送你一个花圈。哼。我不会原谅你，而且我和前任是连朋友都不做的。什么是前任？就像我对贤王，现在是对你，一样一样的。他怎么会是你前任呢？他不配，我也不是前任。在我心里刻下了道擦不掉美丽的疤。窗外的大雨下了一夜，是我落的泪花。时光的跋涉，请给我一直在等的回答。能剩下。
爹啊，娘亲拒绝你了。他会原谅我的。要不要我帮你？不用，大人的事情小孩不用管。你有办法？不是不信我帮忙吗？又想面壁思过了？哎呀，知道了，就是都欺负小孩子。娘亲的这个手术很大，这估计等结束之后要到半夜了，她肯定会饿。您呢，去准备一点吃的，能勾起你们美好回忆的食物。知道了，我现在回去做。王爷，熟不熟都不重要，关键是难吃啊。谁来了吗？车王爷，你这是有事？给你做的烧烤。天黑了，你进来不合适哦。烧烤的心意我领了。你别喝醉，小酌即可。慢走啊，王爷。王爷，至少云大夫收了您的烧烤啊。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青瑶，你就原谅王爷吧，他一个王爷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放眼看去，整个京城啊，可找不到第二个这么好的男人了。想原谅他，人和人的信任，一旦破坏了，很难再建立的。我和他之前一开始磨合了很久，才成为了朋友，才有一些微妙的情愫的。对，叫那张王爷啊，吃些苦头。好知道，这年头娶个貌美又能干的妻子是多么的难。哼，我们青瑶啊，可是天下独一无二。对。是不是还没吃饭呢？隔壁开了一家楚国的饭馆，你想不想去尝一尝？我会去，但不会和你去。青瑶，我们总能做朋友吧？你说前任不联系，可我还是你的夫君呢。我们的婚书还在，你我既没有和离，你也没有休我。你提醒我了，我们现在就去和离。走啊！不去，哪里都不去。这真是赵王爷吗？我觉得可能不是，会不会是帘子后的人被人调包了？干什么？在医馆门口鬼鬼祟祟的！哎呀，饶命啊！我们不是鬼鬼祟祟，我们就是想来看看云大夫。你急吼吼来看我，什么意思？是丹阳郡主在前面路上举着牌子，说您给他下药，给他和一个小厮一人打了一针，然后他就和那小厮昏沉了。说你为了抢回赵王妃的位置，给他用手段毁了他的清白。再胡说八道，我撕了你的嘴啊！哎呦，这哪是民妇说的，这是丹阳郡主说的。民妇就真的只是看看热闹。本王和王妃从来没和离，王妃的位置就一直是她，她抢什么？现在是本王上赶着求她原谅，以她时至今日的能力和地位，是本王配不上她。你以前可从不和不认识的人多言，现在这样可真是不像你。我媳妇都没了，我还有什么面子自尊？丹阳郡主涕泗横流，和皇帝哭诉着，在两侧的椅子，今日在场的云峰等几位朝臣，以及还沉浸在丧子之痛但仍旧坚强的上朝为国为民的隆庆侯。你坐。可要再搬椅子？不用，本王在求云大夫原谅，本王要态度端正。父皇找我们来何事啊？他要告青瑶害他。对，是他给我下药，让一个外国的小厮害我。虽说我是在齐国，可我却是楚国的君主，我被人陷害，死在齐国，是会影响两国邦交的。请皇上和侯爷给我做主，
我拼尽了女子的荣辱，就是为了讨回一个公道。你说云大夫给你下毒，你有证据和证人？侯爷，我就是最好的证人。我就算再蠢笨，也不可能在行宫里做这种事，还是和一个小厮。我丹阳清清白白的姑娘家，如果是清醒的，就算是死，我也不会不保住清白。这话有道理，如果他要害别人，也不至于用彻底不能翻身的手段。皇上，她一个女子独自在齐国，又遇到这种事，无论公司，我们都应该帮她。如果让她被人害了，这简直是齐国的耻辱。更何况，她还是邓留梅的人，涉劫了3国，怎么也要给一个交代。交代肯定是要交代的。请皇上给丹阳做主，丹阳没别的奢求，只想让云羌瑶为他的嫉妒和凶残付出代价。丹阳就算是死，也值得。那你就去死吧。赵王，你这什么意思？难道还想当场杀人灭口？本王从不杀无辜之人。请父皇传证人入宫。你有证人？有。传证人来。是你们？你们干什么？是郡主让我扮成行宫里的丫鬟，给赵王妃送茶，然后带着赵王妃去后面的空房间休息。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将过程交代得非常清楚。郡主说她要拉着赵王妃鱼死网破。住口！你们给我住口！但让郡主冲出去，扑到2个丫鬟身上，抽出了匕首，直接抹了一个丫鬟的脖子。那位一看他居然带着刀，还在御书房门口杀人，立刻将他控制住。丹阳郡主太胡闹了，皇上，以微臣看，将他遣归楚国吧，留在这里啊，不是个事儿啊。反正他和赵王也没有成为夫妻啊。不行，他污蔑青瑶的名声，这个事儿不能轻易算了。你想怎么样？本王不想怎么样，只想为青瑶证明，将他捆起来，吊在菜市口的木架上，挂够他3天3夜，好让世人知道。云青瑶答谢了张王就回去了。睡前他继续研究药材，和珠圆玉润商量。你说要不要问问张王，试一试这个药？会有副作用吗？临床试验我哪知道有没有，不好说。我还是问问他有没有这个意向吧。治好了以后就不用带帘子，可以自由的在阳光下行走。治不好，生命危险肯定不会有。最坏的，他认为应该是失望。升起希望，有失望。珠圆玉润很担心，他总觉得他又要变身了。大瑶瑶，反正你有经验了，不管蚊子苍蝇，只要围着你不走，请你一定要收留我。希望变身是个进阶的过程，而不是倒退。苍蝇蚊子什么的，不如死了重生如何？愁到掉狗毛。大瑶瑶，总之你最近不要随便拍死一只蚊子或者苍蝇，行吗？